嘉宾、馆长、各位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就是在今天星期六的早上，就可以看到大家热情的参与哦。那今天是我们雅纪双年展论坛的第一天，那就是说我们第一天是在北美馆举行。好，然后第二天我们会在约翰堂举行。好，那我在想，就是说，其实这一个雅纪双年展论坛，其实在去年就有第一次的一个尝试的一个合作。好，那今年可以说是另外一次的尝试。好，那其实就是希望能够在双年展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平台，能够把它跟所谓的社会思想。或者人文科学来做一个结合。好，那我就是说，大家手边应该都有我们的相关的一个会议的讯息。那我们当然在这个活动一刚开始，好，我们首先要谢谢北美馆的支持。好，那我们现在就先请馆长来跟我们说几句话，谢谢。好，台上的主持人张颂仁，还有各位讨论人，还有各位参与今天论坛的朋友，大家好。我在艺术圈其实很久，我其实观察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台湾位处在东北亚、东南亚以及靠着亚洲非常近，可是我们的美术的展览，或者说我们跟周边的那个环境的国家文化的交流，其实一直都是很少的。那另外的话，就是说我们的一些艺术发展，或者说我们对于面对当下的一个世界、未来的世界，就是说我们总是引用还蛮遥远的美国或者说欧洲的各种的观点来直接对付自己各式各样的问题。那这一次呢，就是那个雅纪双年展论坛呢，在台北的这个论坛呢，它是以生产艺术作为切入点，一方面以东亚的艺术创作面貌积极回应策展人尼古拉布希欧在此次双年展中间所提炼的共活性跟那个共相关性；另外一方面呢，企图从生产艺术的思考面向上面，将人物及非人之间的支配关系以创造方法开展为一种亚洲的思想场域。那我们美术馆呢，对这样的一个就重新去建构亚洲的相互关系，特别是从一个精神层面去重新去建构亚洲的一个知识网络的一个建构，我们是非常重视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就是在研究组上面所提供的那个就是那个学术月刊上面，就是有很多相关的文章，也很多跟亚洲相互的一个关联。那这一次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就非常欢迎，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亚洲的一个思想的论坛在我们美术馆这边提出。就刚才那个跟多年朋友他说，美术馆居然可以有包容性，准许不同的团体来这边做小小的踢馆，或者说小小的这个说只要不内伤破皮没关系。就是我认为就是美术馆经营久之后，他们难免会有个习惯，就是会比较封闭，或者说用一个惯常的方法，就是让不同的团体进到这个地方，就是让我们就是可以有点冲击，有点接受新的东西，改变我们那个观点，这是非常重要的。那在这边再度的就是欢迎各位，然后并预祝这次的论坛非常成功，谢谢。嘉宾跟各位朋友，我就先容我就是说，稍微一一介绍一下现在在台上的贵宾，然后也让大家就是说，可以欢迎他们一下哈。那在距离我最近的是张颂仁老师，好，张颂仁先生哦，然后他是香港非常重要的策展人，也是对于
台湾大陆的当代艺术其实很重要的一个观察者跟经营者。好，那接下来是陆新华老师，他是同济大学的教授。好，那他目前也是大陆就是说引介欧洲的思想，引介当代的思想非常重要的一位老师。好，然后特别的是他有一种就是说非常强大的能量哦，可以就是说跨到艺术界里面来产生很多的对话。好，那接下来是其实大家很熟悉的陈传兴老师。好，那我在想就是陈传兴老师应该不用介绍哈，因为大家其实都知道他的重要性。好，那他的身份也非常的多元的一个身份。好，不管是思想家、作家、导演，好等等这些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接下来是陈继仁先生，好，他是高野美术有限公司的总监。好，那他今天也会来跟我们分享，就是说劳动跟物之间的一些很重要的关系。好，那接下来是来自加拿大的 Samir Gandesha 教授。好，然后他是加拿大他是温哥华Simon Fraser 的教授是。好，然后从事政治美学方面的研究。好，然后再接下来也是我们很熟悉的林Chi-Wei艺术家。好，那我们今天的第一场就是讨论物跟体制的关系。好，那我们现在就我就把发言权交给了张颂仁先生。大家早，感谢市立美术馆，还有感谢王建宏老师帮忙组织这个活动，还有提供了非常精彩的主题，还也邀请了很多重要的嘉宾。我们这2天在看展览，也讨论这个论坛，有不少人问为什么在一个艺术展览里面会提出社会思想的一个论坛。我在看这个展览，我就越来越觉得，现在艺术在不断的更新，艺术本身的定义，艺术本身的社会位置都一直在移动，它也是在一个很大的融合的能量里面，接纳了很多不同的学科，所以社会思想论坛介入了一个双年展的活动里面，可以说是我们也是强烈的要求来参加你们这个双年展，作为其中一个艺术项目，所以感谢。至于艺术作为一种工作，一种生产，它是否劳动，它跟体制关系是什么？那么社会生产的现象跟艺术这种生产的特殊性的那个生产互相可以照明。这场论坛呢，希望通过不同的观点讨论一些生产、劳动还有物跟就是作品的问题。因为这个活动有一件作品，这个展览有一件作品是比较能够提出这个问题的，是吴三专，所以我们就以吴三专的一个作品作为一个契机。这个选择呢，不是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比其他艺术家特别重要可以突出的人，而是这个作品，他的作品呢，刚跟主题比较契合。可是他的作品在台湾可能没有这么多人认识，所以可能我现在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然后再请诸位嘉宾来发言。吴三专跟他的太太Inga Tolstoy 2个人从1991年开始合作。吴三专在80年代大概84年开始在中国美院，杭州中国美院毕业以后，就一直在做很多重要的作品。那么他们尤其吴三专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呢，就是通过艺术，尤其是以他这里说的物，我们现在在这个立场来看，就是艺术物来反思主要是
讲通俗一点，就关于意识形态的各种问题。它主要是在考虑意识形态怎么样落实到社会的各种现象，关于无论是生产跟人际的关系，人跟物世界的关系等等一系列的主题。我简单的介绍2、3个他做的事情。第一个呢，就是他关于红系列的作品。从80年中，他就做过叫红色国际幽默这样的一个说法的一系列的作品。谈国际主义当然是从冷战开始，无论是共产国际还是以美国带头的国际主义都用了词汇。那么以红色幽默来谈这个，他就把在他在中国经验的一种红色世界，这个红色世界包括图像制造欲望的各种的方法，还有各种的控制的机制，通过作品来表现。一个很有名的作品是他模拟了刚刚从社会主义转变到一个比较民间社会、庶民社会的一个80年代现象，就是从贴满了政治宣传化的一个视觉世界，转换到一个贴满了各种商标跟公告字条的一个视觉世界的一个转换。他在这里面找到了各种的社会的形式，可以说是一种各种的社会的造型，来反映了机制对于这个新社会的一种重新的塑造。比方说，他其中一个强调的是开会这种形式，因为开会这种形式是重新拟定了人跟人的关系，它是另外一种新的社会关系，是毛泽东时代遗留下来的，到今天在中国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社会形式。他另外一个重要强调的是关于红，就通过他说的尺字的这个说法。在我们现在每个人的银行存折上面，我们最怕看到是赤字。那么他谈的就是这样的红，一个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头的一种通过透支出现的一个赤字，亏空出现的赤字。另外是西方社会最怕看到的就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那种赤化的赤。那这种赤对他来说是一种对世界的掏空，无论是意义上的掏空，把它抽象化，所以此化制造了一种新的人群。一方面它是制造了人民的力量，可是也制造了一种新的社会的团结的形式。可是另外一方面也掏空了某一种对世界的本身内容的一个做法。那么在资本主义社会的那种尺字，当然就是非常明显的，就是一种亏空。那他在80年代做过这样工作以后，他到了91年去了欧洲，认识了他的太太英格，两个人开始合作。那么这个转换，我觉得是有意思的，就是他从中国去欧洲，他这个尺字发现了另外一个现象，就是他发现这种赤其实最严重表现的不在于中国，因为大家以为红色中国是最红的。吴三端认为发现原来最红的是在西方的超级市场，在超级市场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不是他自己，它都是别的东西，它是符号，它是各种欲望的代表，它是完全给偷空意义的一个世界。他就从这个观点推出了很多不同的作品。此外呢，他在那个年代呢，也重新思考了关于市场跟商业社会的各种的问题，尤其是商业社会跟市场怎么样介入他的工作，就是做一个艺术家。在1993年在威尼斯双年展的时候，那个时候第一届有中国艺术家作为一个其中的一个国家展一个外围的国家，是维奈的，可是它不是在主管厅的一个国家展。那么他呢就把他的展览的
权利卖了给别人，他出售了那个展出权，就是他看到艺术机制本身是一种在机制里面的一个东西，那个权利就是一个东西，可以是交换的。那么他卖出了这个展览权，然后把钱放到银行里去，把它很确实的变成了一个在资本主义机制里头运作的东西。可是后来他发现，这个钱在收利息的时候，他才把它换成别的货币，他就做了好几趟这样的一个转换，发现结果是赔本的。另外呢，关于艺术跟艺术机制，还有跟社会机制的一个平行的一些反思呢，也包括他再过了几年，也是在一个大展，的一个周边展，就是卡萨尔文献展的时候呢，有一个在外围展有很多中国艺术家，他也去介入这个展览，可是他提的方案是在卡萨尔给打工，他在那边当侍应、搬盘子，做其他的服务工作，那么他就把服务工作做回介入在艺术展里面做服务工作，作为艺术作品的一个。也重新思考了关于艺术工作的这个性质。可是我们这次谈的他的作品呢，跟他其他后来所有作品都比较有关键的，就是从他一系列作品里面重新思考了整个现代性的核心问题，就是一种人本主义的一个现代的我们这个一个人本主义的一个世界。这种人本主义的世界带来的那个弊端，现在都比较明显，尤其是大家现在开始谈绿色运动，谈环保运动。那可是这种人本主义，对物质世界的剥削的核心，它来自启蒙年代的思维。可是怎么样去面对这个谈这个问题呢？他就提了一个很直截了当的方法，他把人本主义的这个立场的法治呈现，就是我们现在联合国的人权宣言那30条，那个等于是人本主义的一种法治化，他就把那30条来改写，在里头修订为一种可以容纳人、非人还有非生物的可能的条文，关于权利，关于各自应有的利益这些立场。那么可能总的来说，通过一个这样的一种艺术表现，提供了一个介入我们今天谈问题的一个契机。我因为做这个比较粗糙的一个概括，因为大家可能对吴善珍这个人没有这么熟悉，他不是一个大明星。不过呢，在这个展览里面，我可以再说几句的，就是我本人来说，艺术作品艺术物是非常奇妙的，双年展这种状态也是很特殊的、很奇妙的。10几年前，刚刚在台湾开始参加这种双年展、国际大展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不可能想象外面的世界会进入到我们这样一个地方，所以一方面它是让我们找到一个打开各种专业平台的一个地方，另外呢，它也是让世界进来的一个缺口。还有艺术物本身最妙的地方就是它是一个本来不必要有的，可是居然又有人去做。那么现在居然有这么多人会热心这个事情，这个是很奇怪的，也很值得大家去思考的。因为艺术本来你可以说有就有，说没有也可以的，就是这个都是有点像我们要说物的一种定义，它在于使用跟交往之中出现，就是让物出现，让世界出现的。就像吴三川他就说，我们要关心，他用的是英文，他叫 pay attention。
可能他说的 pay attention 就是从关心这种交往里头，让物变成了物，让它出现。像中文里说的物者视也。所以可能思想界与大众都会很乐意来参与来使用艺术，也是其中的一个契机。那么今天我们有很多位嘉宾来开始来帮助我们来谈这些问题，所以我就不再占用大家时间。第一个我想介绍开讲的是我们远道来的Professor Gandesha， 他准备了一篇论文，所以我请Samir来开讲，谢谢。Thank you very much. I'd like to start out by saying that it's a tremendous privilege and honor to be here, not just as a commentator or respondent on this panel, on this very distinguished panel, but also somebody who has a tremendous amount to learn, and I've been learning so much already since I've arrived day before yesterday about contemporary Chinese and Asian art more generally. So I'd very much like to thank Chang, Gao Ximing, Chen, and the other organizers of this series of discussions at the Taipei Biennale. It's also a tremendous pleasure to be appearing on this panel with my friend Xinghua. So in Anti-Oedipus, published in 1972, radical French thinkers, Deleuze and Guattari, argue that every machine is a binary machine. By this they mean that every machine is necessarily connected to other machines. Each one forms part of a binary within a larger circuit of machines. But this can also be read as suggesting what they call desiring production produces binary code, and therefore they anticipate and influence the shift towards, it's called immaterial production. As Saul LeWitt famously stated in reference to conceptual art, quote, "The idea becomes the machine that makes art," end quote. And at first glance, it would seem that Wu Shenzhuan and Inga Svala Thorstottir's work could be taken as exemplifying this transition from material to immaterial forms of production, as has recently been discussed at length in the influential work of Michael Hart and Antonio Negri. Such immaterial labor, as they suggest in their book Empire, takes the form of the production of code, languages, and affect, or the capacity of bodies to both move and be moved by other bodies. As the Saatchi Gallery suggests in a commentary on Wu, quote, "Approaching the re-systematizing of informational structures as an intuitive process, Wu reconstitutes the articulated design of print matter as chaotic overload. His bold logos and bylines emerge as subconscious expressions, striving for intimate cognition," end quote. So from this perspective, it is possible to see in the work of Wu and Inga various forms of immaterial production, the production of code, of language, and of affect, as exemplified in, amongst other works, the Red Humor series that Johnson just referred to. That's from 1986. But this, I think, would be a fundamental mistake. In fact, this work could be understood as undergoing, or as going in the exact opposite direction. If Hart and Negri discern a logic moving, at least in the Western context, from the material to the immaterial, then in the work of Wu and Inga, there's a distinct movement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That is, their work embodies a movement from thought back to thing, from meaning to materiality. A century earlier, with R. Mutt's contribution to the Society of Independent Artists exhibition,
Marcel Duchamp alters, seemingly irreversibly, the basic categories of both aesthetic experience and artwork by displacing the thing by thought, by proposing that thought and decision, or perhaps thought understood as decision, are essential to the work, and its material, thing-like quality is largely indifferent. In 1994, Inga urinated in the fountain, and with that gesture transformed the fountain, itself nothing but an idea machine in Lewitt's sense, back into the material thing with a distinctive and necessary use, that is, a urinal. In the process, she re-established this particular thing's right and its rights, that is, its proper function as a pissoir and its right to be itself. What Wu and Inga's work brings into play then is the question of what I call political ontology. This i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what a thing is, its being, and its entry into a system of power. As with their own rewriting of the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the word rights is written with a bracket separating the S from the word right, to indicate both a discourse about the nature of reality, or ontology, and a discourse about the nature of institutional power, or politics. And indeed, in the history of human rights, the universal category of the human being established the ground for the universality of rights, of which it was a bearer. So, Wu and Inga return with this gesture of urination, which is incidentally a most natural act for the human being to undertake, the object back to its right function or purpose. As Aristotle may have said, just as chairs are made for sitting on, pissoirs are made for pissing in. But it is also a political ontology insofar as in Duchamp's earlier gesture, one could say, what comes into play is a certain distribution of the sensible in the terms of Jacques Rancière. Insofar as the role of institutions, as I've already alluded to, in determining whether an object is an art object or simply a urinal, comes crucially into play. The artist's thought and decision are a necessary, though not sufficient, condition of conceptual art. For them to have any real force as gestures, they must first be recognized and legitimated by the art institution as artistic gestures. But perhaps Wu and Inga's intervention within political economy ought to be seen as a kind of regression to a naive ontology that asserts the inherent, wishes to say, natural purposefulness of things, and therefore establishes strict delimitations of the natural right to participate as citizens in the polis, which of course for Aristotle was extremely limited. No, this is not the case. Their action constitutes, one could argue, not a subtraction, not a negation, but an addition, and therefore an affirmation. So this gesture of returning things to their right mode of being, by withdrawing them from the institution, can also be seen as the attempt to undo what the early work of Martin Heidegger calls Seinsvergessenheit, literally the forgetting of being, by which he meant the forgetting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human being and things. Put another way, Seinsvergessenheit entailed the Verdinglichung, or the thingification of the being for whom being was a question, and therefore who was literally no thing or nothing, meaning an open possibility. Western metaphysics, in Heidegger's view, was a metaphysics that defined being as enduring presence by fetishizing the specific temporal modality of the present, in contrast to the metaphysical tradition that understood things as pre-given, as vorhanden. Heidegger showed through his phenomenological account of the breakdown of the tool that the Vorhandenheit, or the presence at hand,
emerges with the breakdown of typical worldly relations, and that the thing is indexed to the always already meaningful world. Presence, in other words, emerges as a result of a distinct crisis of meaning. In Wu and Inga's plan for an appreciation, one can see the attempt, I think, to undo the metaphysics of presence, premised upon a passive relation between subject and object, what Georg Lukács called the contemplative attitude, or what Guy Debord called spectacle. Through the return of the snow shovel to the worldly activity of shoveling snow. But this is problematic insofar as what Heidegger does in his fundamental ontology, which was later recognized by figures like Derrida and others who criticize it for its humanism, is to place human beings, Dasein, the being there in the world, above things, and indeed animals. So Heidegger's early attempt to arrive at the sources of the thingliness of the thing sits in a certain tension with Heidegger's later work after the Kehre, or the turning, in which he develops the notion of Vorhandenheit in his understanding of the essence of technology as what he calls nothing technological. That is to say, technology could not simply be thought as an instrument or tool, but was a particular disclosure of beings. Technology disclosed beings in a reductive way that entailed a challenging forth, a kind of moment of violence. In contrast, Heidegger wants to hear in the word techne, which is the basis for the word technology, the idea of poiesis, which is the origin of the word production. That another form of poiesis is possible, that rather than reducing the thing to an efficient cause, art brings all four causes to play in the work of art. Along with the efficient cause, one finds as well the formal, the material, and the final cause. The latter, of course, is the purpose of the thing. Rather than allowing the thing-like quality of the thing to disappear within it, the artwork brings that thing-like quality of the work into visibility as such. It is ultimately oriented towards what Heidegger calls Gelassenheit, or letting beings be in their being, or letting things be in their thingliness, rather than wrenching it into the institutional and disciplinary practices of power that comprise technology. Here we immediately think of one of the signature gestures of modern painting in the work of Jackson Pollock, that draw the eye to the texture of the canvas, the depth of the surface. But this visibility results out of attention in the work itself, the fact that visibility results from the tension between world, or the context of human meaning and action, and the earth, or the very materiality of matter, which remains somehow beyond it. To clarify, there are two tensions at work here. The first is a tension between Heidegger's early emphasis on indexing things to the worldly action of the human being, and his later worry about the way in which the logic of technology constitutes a violent, challenging forth that reduces things, and ultimately the very human beings who initially direct this process, to an indifferent or de-differentiated standing reserve of energy. And this, I think, is one of the key themes of the Biennale as a whole, that the Anthropocene subjects human beings to anthropogenic processes beyond their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control. And then there's a tension also within the artwork itself, insofar as it embodies a strife between materiality and meaning. Wu and Inga's work embodies this tension, these tensions. The right of things seems to take the form of the resistance of the things to the logic of those institutions that seek specifically to discipline them. For example, things' rights embodies a tension between the right to things and the right of things. The first is exemplified by Thor's daughter's pulverization service, whose ironic motto is a matter of space. The name Thor's daughter is a play on Inga's family name, but also brings into play a reference to the mythological Scandinavian figure Thor, the god of thunder. Thor might be regarded as the Scandinavian counterpart to the Greek titan Prometheus, who gave fire to human beings to forge tools, i.e. technology, and as a result, to challenge the very power of the Olympian gods.
Prometheus, as we might, and we might by extension say Thor, can be regarded as signifying the ambivalences of technology itself. We see this ambivalence, of course, in the story of Oedipus, whose knowledge is ultimately the source of his own undoing and unhappiness. So Thor's daughter embodies the reductive logic of technology in symbolizing quite graphically, on the one hand, the violent nature of its reductionism, in which it is precisely the material otherness of the thing that is done away with. As Wu says in his 2010 Ho Chi Minh Trail project, quote, "Violence is the ultimate materialization of understanding," end quote. On the other hand, one finds in the work the utter enigmatic nature of things that establishes their resistance to human purposes. The motto seems to be an obvious play on words. Via pulverization, it saves space and reduces the object to an empty, extended substance or matter in space by canceling its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in striving to equalize what is unequal. After all, isn't this what it means to take up the same attitude to different things? This, in fact, could be said to be the very condition of the status of art per se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which is subject to various systems that seek to discipline it. The museum, the art system, the market. Exactly within this tension between human rights, or the right to things, and things' rights, which is the right of things, can be placed a third system of rights, which could be said to embody both in different ways, namely indigenous rights. In contrast to the Western understanding of the opposition between the res cogitans and the res extensia, thinking substance and extended substance, the first ultimately a conferrer of meaning, and the latter as a passive bearer of it, in indigenous cultures, at least in North America, is the idea that things are not to be thought of as simply inanimate, but are spiritual, animated, indeed living. Indigenous rights, it would seem, mediate humans and things' rights, would as well seem to play a key role in any notion of what Michel Serres calls a natural contract, a contract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 This is, of course, this is not, of course, to assert that indigenous communities stand any closer to nature, as has been maintained as part of the colonizing project. This was exemplified in the notion, for example, that North America was terra nullis, or an empty land, and waiting to be colonized. The most celebrated Canadian painters, the group of seven, whom some of you may in fact be familiar with, helped, wittingly or not, to perpetuate this myth by painting vistas and futurist-inspired landscapes violently emptied of people. This was an ominous foretaste of what was to come, the attempt to integrate First Nations communities by killing, as it was said, the Indian within the child. But rather, because First Nations cultures and identities are tied very closely to particular places as sites of memory and narrative, and the very possibility of experience, when the things that form their worlds in this phenomenological sense are destroyed, for example, traditional hunting and fishing grounds, their identities experience a corresponding sense of damage and loss. Indeed, this is because these things that make up their environment aren't purely things in the sense of being inanimate, extended substances, but rather are the embodiment of spirit, of life, of what they call the creator. Indigenous rights, therefore, are inextricable from the right of things, to serve to counterbalance, if not profoundly challenge, the right to things. Perhaps there is a more universal message here, that as human beings we never find ourselves in abstract time and space, but always within particular worlds constituted by particular meaningful practices. And I think this idea has a lot then to do with the very notion of the Biennale as a platfor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versal and particular, which I think will come into discussion tomorrow. So art has a special role to play i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world, as the phenomenological tradition holds. That those meanings remain intact only insofar as they maintain what Howard Cagle calls the capacity to resist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state and the market. It is possible to read Inga's gesture of pulverization of various objects, the same attitude to different things, as a commentary on the violence done by the logic of commodity exchange that reduces the specificity of things to a general equivalence. Yet at the same time, in contrast, or as a kind of musical counterpoint to this homogenizing logic,
by which objects of all kinds are reduced to dust, neatly bottled and symmetrically displayed, are the multiplicity of art objects and actions that constitute Wu and Inga's varied multimedia and complex practice. This is the second pole of the tension. The right of things is through the many fields of force, as objects that are humanly meaningful in a semiotic sense, that can be read or decoded, but, and this is really the crucial point, at the same time, in their very materiality, withdraw from interpretation or the realm of humanly instituted meanings. It embodies rather a kind of secret language of things, or as Adorno would say, they simultaneously embody identity and non-identity. They are for others through communication of what is universal, but they're also expression. They exist in themselves and therefore remain to some extent enigmatic. The right to things and the right of things. Thank you. 谢谢。感谢甘德谢教授，他最后把属于物的权，还有对于物的权利，再增加了一个关于物的内有权的事情，作为对艺术物的一个期待，很感谢他。我下一位我们请陆新华教授，他也准备了一个发言，也针对这个哲学上的形而上的分析关于物的讲法，请陆新华教授。很荣幸啊，在这个场合表达我的看法。那么我这个材料呢，就是说是有很多理论啊，有很多这个例子啊。那么我实际上这个文章呢也没有结论，所以说大家可以把这些材料看作是你继续思考的一些这个这个工具啊。那么这个我这个开始时候会连接一下这个台北双年展啊，这里面这个生产的概念，跟我自己对于这个理论上的对这个生产这个概念的这个概念史、这个哲学史的一个理解，所以前面部分请大家稍微耐心的听一下，后面我会展开啊。那么最后我觉得我这个讨论是通向我们对英嘎和吴山川的这个作品的讨论。那么刚才这个沈明尔讲的这个内容里面，我觉得就是说好像在对吴山川和英嘎的这个评价里面，我觉得我听下来就感觉到说，这个我们以西方艺术史的角度来理解的话，那么这两个人的作品对于物权的理解，对于人权宣言的这个修改这种姿态实际上是一种，在我看来是一种重新立法或者修改这个我们这种普遍主义式的这个非常人文主义式的这种200年的这种立法。那么这个事情在中国大陆这个特别变得复杂因为我们大陆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那么它的这个宪法和它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说法都是高于这个资产阶级国家的这些说法的。那么吴山川和这个英嘎的这个，我觉得是个迂回，就是说从社会主义国家里面又迂回到资产阶级国家，又迂回到西方，这样一个非常复杂的这种关联。那么我的这个讲的内容里面呢，不会很多涉及到他们的这个具体作品但是我的这个话题是通向这个他们的关于物权的这个说法的。那我就开始是这样。打开谢谢可以好。那么这个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个本届策展人这个布伊沃的这个关于关系美学的看法，在前几年里引起很大的这个反响。那么主要的批判呢，来自于这个英国的这个理论家这个 Bishop。那么他的批判呢，就是说，我认为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等于说对抗就是布伊沃的这个一些基本的立场。那么他以这个就是说，对他所讲的生产他不满意就是说你这个生产本身或者生产出来的东西他觉得是不好的，跟你原来声称的是不同的。对不起。
那么另一方面的批判，他有这样3个总结哈，就是说他认为这个不义务的这个生产呢，把一个大的事情呢变成小了，那主要是3点。就是你要生产出来的东西是比原来在社会里面这样存在的东西是更小的，变成像一个实验室里面的这种生产，变成一个保护的机制下面的一种生产。那么这个另外好多学者的对这个不义务的这个关系美学的质疑呢，也在于这一点，就是说生产质量啊，这个所谓的这个对主体性的生产的这个质量。那么这个后来呢，他又写了一个关于后生产的这样一篇很长的文章。这个文章在我们中国大陆呢是非常很多人读啊。那么这个对于后生产这个说法呢，很多人理解太狭窄，或者太在这个文章里面，我的理解啊，不义务主要指的是后制作，或者说原来我们有电影理论讲后期制作，就是到了剪辑和那个编辑的时候啊。那么在那个关系美学里面，在前面讲到，就是关于对社会关系的事后的补救，拍下来可能有小瑕疵，剪辑的时候可能就能够处理干净啊，这样。那么这个跟今天我们很有关系，就是今天的这个主体性的生产，他说的哈，这个就是说在社交媒体时代，在具有这些特征，这个在我们今天思考啊，就是说在社交媒体时代怎么做艺术的时候，也经常会碰到这个后生产的问题。那我都不做出我的个人结论啊，希望大家能够来思考。这个也下去了。那么我觉得这个今天的生产哈，它是不是到了后生产这样的阶段，或者简单的把它跟前面的生产分开来讲当代生产，这样就很清楚了呢？我觉得不见得啊。那我们回到马克思的这个政治经济学大纲，这个1858年的时候那个出版的，那么它的里面那个生产的这个说法，我认为在当代的这个思想界是个重要的一个怎么一个难题，就是主要的我个人比较欣赏的一些理论家对于这个他关于生产的说法是有严重的分歧。这个分歧就是说关系到我们怎么理解我们的未来。那么刚才这个Samir也联系到，就是说内格里、哈特他们写的这些书，他们的立场，他们对于生产的这个尤其是关于无产阶级和注重这个生产，会不会把我们带向共产主义这样的看法？这个在国际的这个理论界啊，这个分歧非常大。像主要的，比如说这个巴九啊，这个洪世业，这些都是反对他们的看法的。那么我们这个策展人不优的这个生产的概念来自于古塔雷那个德勒兹他们的这个看法。那么这个就是那个内格里，他对那个这个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者好多，他们跟那个德勒兹和古塔雷的这个关于生产的概念也是有严重的分歧的。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个台北双年展我们阐释这个生产这个概念的时候的一张国际地图就是说我们讨论生产的概念的时候，要知道这样一些大的分析。好，那么大致上是这个我觉得这个布希欧他主要继承了福柯的遗产，他在那个台北商业展里面的这个辩护里面也有这样的说法，就是说到底生产什么他老是回到福柯的看法，就是生产主体性。那么这个跟内格里他们讲的是不一样。内格里认为说，我们当代生产，尤其像中国大陆这样大规模的非物质的这种生产，在内格里看来的话，他认为是在生产一种机构，就是一种组织、政党注重的组织形式，同时也被生产出来。所以他的看法就是说，大陆的这样的生产，越是那个有加速度，那么就是奔向共产主义的这个可能性也越大。那我刚才提醒过大家，这个看法在国际上很多理论家都反对的，认为这个看法太幼稚了。那么这个内格里他们现在还相信这个东西，所以这个也是跟那个不义有这个对生产的这个理解有不同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3个方向好，那么马克思在这个大纲里到底怎么说的？这个我刚才讲过了就是我认为这个就是说我这个关于这个就是内格里他们提出来的这个关于全球资本主义生产会不会自动加速共产主义状态
早日到来这个看法，我认为这个联系到，就说非常非常关联到我们这个台北少年展的主题，什么是加速度，什么是加速？对于加速这个理解是看法非常不一样的。那么这个在我们现在很多在欧洲讨论这个就当代艺术对于这个全球生产，对于我们这个世界的未来，它到底干什么用？那么你可以说它加速，把这个不大好的生产让它快点加速，反而能够奔向共产主义状态。或者说是一个被动的看法，就是生产太加速了，我们这个当代艺术应该想出一些这个减速或者慢的方法。就我们1楼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巴西作品啊，这样就是说你快，我故意慢，所以这个选择是非常那个，在理论上分显得是非常尖锐的一种那个，所以我是把这个难题抛给大家那么这个马克思原来怎么说的啊？我们来看，这个看法，我认为整个文章里面，整本书里面是跟我们这个少年展主题是最相关的，就是说就是说我们原来在资本论看到说是商品在跳舞它会成为景观，人被吸引过去。那么在后来马克思对生产的这个理解里面，就是说这个商品或者产品还没动的时候，人就成了机器边上面这个跳舞的这样一个角色，人成了幽灵这样的这个。那么这句话我认为很重要，就是说在那个年代，马克思就认为这个劳动力在机器边上生产的时候，它已经不是主角了，它已经是边上这样作为配角，已经是作为一个等于说次要角色在那里起作用的。那么这个我觉得对于我们今天理解什么是生产，什么是加速度我认为是很关键的这个那么这个在理解我们生产这样的这个说法的时候，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看法就是说，谁是生产者这个是那个蛮重要的今天的这个社交用户、社交媒体的用户，他已经是一个，他不再做 production， 他做 communication， 是吧？这个 communication 这种生产这个交换价值的这种角色，我们今天怎么看？那么这个都关系到这个吴山川、英嘎他们讨论关于物权法，关于什么是物，关于生产过程当中主体和这个客体怎么样连接到一起的这个问题。那么这个马克思在那本书里面又这样说就是说，这工人的生产在1858年这样的状态，他就认为就是说，这个生产过程是会把工人吞到里面去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我觉得马克思是站在内阁里这一边的。在刚才的理论分歧里面我觉得是我个人理解是这样。那么这个像今天我们这样通过社交媒体生产大量的这种交换价值，最终就会形成一个交换价值的世界，你可以称为景观世界。那马克思看来就是说，大量的这个交换价值搅在一起，它就变成一个共同体。所以在我们这个时代，钱是共同体。马克思在那个时代就已经懂这个道理。什么是那个共同体？就是人所有的交换加在一起就是共同体。那么在我们大陆现在的这个生产状况，我认为这个是这个那个很生动的例子可以来解释这个句子，就是我们的淘宝化。哎呦，太可怕了如果说这个没有生产者，所有人全是为这个产品到那个快递员，这个事情在大陆已经实现了，是不是这个就是说，我们家里面有时一天要有3个快递包裹，这个快递员敲30门这个所有人在忙这个事情，就是说他买回来干什么也不知道。那么这个我觉得，那么这个淘宝是虚的。那么我们在义乌看到的东西呢，它是真实的生产过程，就是生产已经我认为是影子化了，生产反而变成一个幽灵的，相当于鬼在那里搞的这个事情那么在那个快递或者在网上展示的时候，它反而很真实，非常的光亮那么淘宝里面的生产是什么？这种生产，它如果像内阁里讲的话，应该是加速，把大陆更快的带到一种共产主义的这个状态，是不是这样的呢？那我觉得我们都要思考好的，现在我讲个例子轻松了。
那么这个我一个好朋友，他个女儿只有22岁，她毕业于那个中国舞蹈学院，学的是民族舞。可是她学了民族舞呢不喜欢，一边学民族舞呢一边那个做那个街舞，西方的街舞啊 hip hop 这东西。然后她非常讨厌这个舞蹈，然后毕业以后呢不想干这个工作，她就去淘宝上面当摄影师，从来没有学过摄影的。那么这1年不到，她很成功。为什么成功呢？因为她学民族舞的时候。就是那个手呢，这样弄哈，这样弄，就他特别会搞这个东西，所以那些那个老板一看这个，哦，他拍的好，那就是他这种那个，那问题就是说他是个同性恋，你知道，他根本不喜欢这个样子，他非常就是恨这个东西，但是他要生活，就是要那个一定要这样哈，这个我觉得这个特别有呢这种东西，他自己从来不穿这个东西，非常反感的。啊，这种东西都是他拍的，这是我向他妈妈要的啊。那么这个是那个啊，我觉得这个生产就是说，哎，那么就是说产品有了，网上展示过了，然后说是那个这个开始销售了。那么这个我们的淘宝要求你生产的不是产品，是我们这个小摄影师的这种知识。这种，因为这样看了你才会去买它，所以它在生产这种知识，你知道，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生产已经被挤到非常边角的这样这个位置上，哎，这个我觉得是蛮惊人的。好，那么我要问大家了，就是说，当代艺术怎么来对待这种生产？当代艺术自己怎么生产的？它必须要生产出什么？那我就是有个担忧，就是我们的当代艺术家就像这个小姑娘一样，是吧？这个广告就这种东西，所以这个当代艺术东西，我认为就是相当于说在办手腕一样的。如果你是不用力的话呢，就跟这个女生一样了，就是拍这样的这种姿势啊，什么东西。如果你扭过来的话，啊，它可能就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生产，啊，这是我觉得一个理解。那么就是说，我们要问不西柚啊，就是说这个艺术生产它能够什么样才是好的艺术生产？那么我就总结的时候，我就拉到那个里的这本书上面去啊，就注重于艺术这个问题。它里面这句话我是百思不得其解啊，就是他说艺术就是注重。那这个话非常简单的一句话，哎，这个非常让我困惑的。那我的理解是，难道是艺术生产是注重啊？这个像那个吴山战后英嘎他们搞的这个物权法的修改或者人权的法的修改，他是不是在做一种雕塑一样的工作啊？就是说，这个当代很多人到了社交媒体这个里面，这个注重汇合在一起，艺术家来修改他们的这种聚合汇合的方式，啊，像雕塑一样，重新来雕刻这个注重这个集体的身体，啊，来规定他们的这种行动。难道这是艺术的工作？我也不确定。差不多了，谢谢大家。感谢卢训华，他给了我们很多问题，我们需要再组这个论坛。可是我们很幸运，我们另外还有2位艺术家，他们可能会对陆训华教授的说法有一些补充。下面请陈俊老师发言。